大家好，我係徐立賢，歡迎嚟到跨市博弈。你係咪覺得而家上網揾嘢，答案嚟得越嚟越快，越嚟越方便呢？無論係咩問題，Google、Perplexity 呢啲工具，好似總能夠喺1秒之內就將你想要嘅答案直接呈現喺你眼前。呢種體驗真係前所未有。但係你有冇停低諗一諗，喺呢份極致方便嘅背後，有啲嘢好似唔多對路。根據 SimilarWeb 嘅數據，過去1年全球網站嘅搜尋流量竟然大跌咗15%。呢個數字唔係一個簡單嘅市場波動，而係一個警號，話俾我哋知整個互聯網嘅底層生態可能已經靜靜雞咁開始崩潰緊。你以為你仲係喺度搜尋緊個互聯網，但係真相可能係 AI 已經喺你同真正嘅資訊源之間起咗一道無形嘅牆。呢場流量嘅吸星大法，首當其衝嘅就係嗰啲我哋最依賴嘅內容網站。健康資訊網站流量蒸發咗1/3，科學教育網站唔見咗1成。點解？因為 AI 將佢哋辛苦寫好嘅內容直接提煉成幾句總結，擺喺搜尋結果嘅最頂。當你得到咗呢一個 AI 懶人包，你仲有幾大機會會點入去睇翻原本嗰篇文？答案係機會越嚟越細。最新數據顯示，同新聞相關嘅搜尋零點擊嘅比例已經由56%飆升到69%，即係話70%人睇完個 AI 答案就走咗，內容創作者連你嘅一個點擊都賺唔到。呢個就係市場嘅殘酷現實。Google 可以理直氣壯咁話，佢哋呢種行為係合理使用，係為咗提升用戶體驗。但係對於嗰啲靠廣告、靠訂閱生存嘅網站嚟講，呢個根本就係一場唔公平嘅掠奪。佢哋辛辛苦苦耕種嘅數據田，轉個頭就俾 AI 巨頭免費收割，練成自己嘅模型，再用嚟搶走自己嘅讀者。你可能會話，咁啲大公司好似紐約時報、新聞集團，佢哋可以同 AI 公司談判，可以告佢哋啊嘛。冇錯，談判桌上嘅主角的確係呢啲金字塔頂端嘅巨企，佢哋一手同 OpenAI 簽合作協議，另一手就告緊佢哋嘅競爭對手。但你諗下，喺互聯網上面有幾多網站有資格上到呢一張談判桌？絕大部分嘅中小型網站既冇資格拉攏，更冇資本訴訟。佢哋嘅內容對 AI 同樣重要，但佢哋喺呢場權力遊戲入面完全冇議價能力。封鎖 AI 爬蟲等同喺搜尋引擎上邊玩自殺。當然有啲人開始掙扎求存，有公司好似 Toby 咁整個機器人收費牆，想學翻啲小布咁，就算係大鯨魚上嚟食嘢，都要先俾翻幾毫子。亦都有人諗計話 AI 答案旁邊嘅廣告費應該按內容 DNA 分翻俾原創者。呢啲嘗試聽落好似有啲希望，但喺絕對嘅權力差距面前，究竟能夠改變到啲咩？但係成件事最諷刺或者話最危險嘅一點係 AI 其實好可能喺度殺緊自己嘅未來。你諗下 AI 模型需要啲咩嚟訓練？係需要大量高質素由人類創作嘅新內容。但係如果所有內容網站都因為冇晒流量、冇晒收入而執笠，或者唔再更新，咁 AI 仲可以去邊度學新嘢？當成個互聯網變成一個只係不斷將舊資訊翻炒整合嘅封閉系統， AI 自己都會停滯不前。佢哋今日食得越開心，未來嘅糧食就會越嚟越少。所以問題最終翻到嚟我哋每一個使用者身上。當你下一次搜尋見到 AI 俾你嘅完美答案時，你會點樣揀？係心安理得咁拎走呢一份免費午餐，定係會願意撳多一下，用你嘅點擊為你認為有價值、想佢繼續存在嘅網站投下信任嘅一票？呢個選擇將會決定我哋未來嘅互聯網究竟係一個充滿創意同深度嘅花園，定係一個只會不斷重複自己嘅空洞回音谷？如果你對洞察市場本質嘅內容有興趣，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仲要撳埋個鐘仔。若果想進一步知道更多我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 Patreon 會員。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